法官，我要让他们付给我房钱。找人要房钱呀？啊，9个月的。我不知道原告所指的房钱是什么，但据我所知，我的当事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期稳定的住所，也从来没有住过原告名下的任何一套房产。这儿啊，在这儿啊，他们3个都是足月儿，在我这儿住了足足的9个月才生出来的。我就是要听听他们说，在我这儿住过的这9个月，认不认？认吗？认吗？认吗？认。认。认。我要的就是这个。那9个月的房钱，就让他们看着给吧。我是想让大家伙都知道，我任秀英有儿子。打今儿个起，我老死，我病死，都不用他们劳神，不用。原告，我想确认一下，你对3被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表达完整了？我把他们生出来，我把他们养大抚养成人，就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他们没三儿没病，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法官啊，我都是一个土埋脖子的人，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要求？没要求，我从来就没有过。既然原告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达，我觉得这场官司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原告，你是否撤回本次诉讼？既然他们认了我这个妈，法官，我撤诉，我撤诉。李佳、丽丽，李凯，你怎么来了？我是来看看今天法庭上什么结果。你肯定猜不到，不会是你们败诉了吧？哪儿啊？是老太太临时撤诉了。撤诉？为什么呀？一言难尽啊！你现在啊，到病房去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哎，他那3个儿子现在正在老太太病床边抹眼泪呢。不会是老太太怕了吧？不是怕了，是化了。化了？什么意思啊？
是被老太太在法庭的举动感化了。走吧，咱们吃点东西，边吃边说。我们刚要扶那老太太上车，突然那几个儿子跑过来，扑通一声就给老太太跪下了。话说也应该，我现在对这个老太太倒是刮目相看了。这明明能赢的案子，说撤立即就撤了。我估计老太太可能想明白了，如果打赢了这场官司，她可能从此就彻底失去这几个儿子了。你说呢？我倒是觉得啊，老太太那几句话说得好，娘对儿子的付出啊，从来都不计回报。也正是这种无私的爱啊，才唤醒了那几个鬼迷心窍的儿子。对，鬼迷心窍。哎呀，人在很多的时候啊，是会莫名其妙的鬼迷心窍的。但愿往后他们一家人也能像今天在病房一样。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儿你们两个功劳最大。来，我敬你们，干杯！辛苦了。谢谢。哎呦，这撞的不轻啊！可恶呗！谁在店了？赶紧报个警！真是的，快呀！你们谁给帮帮忙？看来岁数不小了。快，怎么没人动啊？这怎么了？让车给撞了。谁撞的？你有电动车，好嘛？这，不行啊，这得赶紧送医院呀！是啊，谁打120了？那大家伙帮把手，把老太太扶进医院。您帮把手啊！腿不行，我弄不动啊我。李涛，快来帮个忙！慢点，慢点，慢点。赶紧吧！看看人家，不是不管吗？你是，这不都怕碰瓷儿吗？这要沾上你怎么办？没办法，看人这俩小伙子不错嘛。哎，是。沈主任啊，就是这样。哎，我再问你一个啊，你说郑文辉这人这么恶，居然还信佛，他什么心态啊？这是见义勇为基金会吗？啊，是的，求你有什么事儿？我有个问题想让你们帮我解决一下。啊，这是苏记者，这位是我们基金会的法律顾问王律师，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问他们。王律师，那我就找您。哦，那行，来你坐吧，先坐啊。说吧。我叫陈晓，是工大的学生。简单的说，我是被人冤枉了。喝杯水。哦，谢谢啊。陈晓，哎，这名字挺好的。陈晓，你确定你是要找见义勇为基金会吗？对，那你知道见义勇为基金会是干什么的吗？知道。那你受了冤枉，是不是应该去找法律部门？不是，我是觉得我是因为见义勇为才被冤枉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找对人了。说说怎么回事？昨天中午我从
其实我们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接着说。看完那篇报道以后，不光心里难受，恨得牙根都痒痒。我心想，别让我看见，要让我看见，我就得管。所以你看见老太太躺在那儿，你就走过去了。我过去的时候，老太太已经疼得晕过去了。我本来是想把她扶到我的车架上，可是没人帮我，我自己又抬不动。不过这个时候正好我的同学过来了，他们帮我一起把老太太抬到后车架上，送到光明里医院去了。后来到了医院以后，大夫怎么样？情况基本稳定。从脑 CT 看，头部的问题不太大，就是腿上还有几处骨折，其他的还得等进一步检查结果出来再说。病人现在只是昏迷，应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那太好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哎，不行，你们不能走啊！病人只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可是还昏迷着呢。你们要都走了，病人有什么情况，我们找谁啊？什么？大夫不让你走？是呀，他们说得通知了家属之后，家属。废话，你们这个有事那个有事儿，我不来怎么办？这是治疗室，不能打电话，要打电话出去打去。行了行了，挂了吧。你是病号家属吗？是啊，我不是家属，我来这儿干什么？太好了，你们终于来了。这是我们帮你垫的医药费，上面有我的银行卡号。完了你打给我就行了，我得赶紧走了。啥意思？你给我说明你什么意思啊？你们要是这2天太忙的话，那过2天打给我也行，我得赶紧走了。你把话给我说明白。给你打钱，我什么事都不知道，我给你打啥钱？你真是的你。妈，你老这是怎么了？让车撞了？他人呢？他谁撞的？那老太太竟然说是你把她给撞了。你说这还有天理没有了？那他家里人是什么态度？还能什么态度？报警呗。后来交警队的来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又带我到事发地看了现场。他们说我们双方当事人离开了现场，找不到遗留的痕迹，附近呢也没有监控探头，更找不到目击证人，所以没法判定这责任到底是谁的，得继续调查。哎，不是有你们同学吗？我说了，也一块去找了，可是他们没法证明这人不是我撞的。后来他家里那几个儿子呀、儿媳妇都来了，来了之后就要去法院告我，说是让我赔营养费、医药费。老太太要是残废了，我得一辈子给她养老送终。太缺德了，这还有天理没有了？钱要不回来我认了，谁让我管这闲事儿了呢？可是他说是我撞的他，还什么都让我负责，那我也太冤了吧我。我妈以前一直跟我说，遇事啊你多个心眼儿，我一直嫌她烦。我心想这人心总不会像她想的那样吧？这回真让我赶上了。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们基金会一定会负责到底，会为你主持公道的。好，谢谢啊。那我先走了。那你慢走。再见。再见。哎，老太太，别急，我来喂你啊。谢谢。哎，
来，再喝一口。慢慢的。谢谢。大姐，我看见你儿媳妇刚才不是来了吗？指望不上。像咱这伤筋动骨的，没人照顾哪行啊？他们都忙。那就雇个护工吧。你看我在这躺了半个月了，多亏张姐照顾我。行了，你别在这吵了，先听我说啊。这律师说了，这个官司肯定能有，不过有一个条件，咱们要齐心合力，别这个说法那个说法，这回头来回来去的，咱可就把人迷了。咱们就按照二哥这个意思走，一口就他妈咬定了，就是他把他妈给撞了啊！不是咱一口咬定他，关键是老太太，咱咬他管他妈什么用啊？出的车祸现场谁看见了啊？谁在现场了？你不说咱妈一睁眼不就是指挥那小子吗？啊！再者说，当时警察不在跟前吗？啊，也做了笔录了啊！这小子他能跑啊？啊！我跟你说啊，他肯定跑不了。关键是啊，他怎么赔？咱不是都已经定了吗？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老太太要是真不能动了，这辈子就他管了。哎呀，大嫂，这医药费跟护理费能有几个钱啊？那都有数的，你知道不？啊，关键是后面以后给咱们能拿多少钱？那还用问呐？问多了要啊！哎，一句话啊，打今儿开始，咱老太太就归他了。对。哎，二嫂。照你这么说，那以后咱妈的赡养费，咱都不用出了，是不是？那是。老大，你可说话呀！老大，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老大呀？你们定吧，反正我就一瓶，别让我出钱。我们一家3口，2个无业，1个待业。家里是任忙不缺，缺的就是钱。你能不能别把自己整得那么惨，行不？啊，谁不知道你在外面倒腾核桃啊？真正的好核桃，那一对能卖好几万呢。你给呀？不是老三，你说话可倒轻巧。你以为那倒腾核桃是玩啊？啊？哎。你睁眼看看我这手，啊！为了挣俩养老钱，就差把我自个儿都泡进药水里了。得，算我没说，行吗？啊！你们是32床家属吧？是啊，有事吗？今天晚上得有人陪床啊！陪床？这我们都忙得要死了，谁有功夫在这儿熬一宿啊？那就请个护工。谁花钱呢？你出啊？你们自己商量吧。哎，哎，老三，请就请，那小子不是交了住院押金，从里面扣。哎，别，这后面还指不定要花多少钱呢。他的那点押金根本就不够。我那么琢磨着，咱们就直接跟着他去要。你说你，提醒了你多少遍了？现在这社会多乱呀！我和你爸不图别的，就图你啊，踏踏实实把这学念了，再安安稳稳的找个工作，就安身立命了。可你倒好，这事儿不找你吧，你还找事儿，还自己往上撞。这不是让我赶上了吗？什么叫赶上啊？那不是你自找吗？这大街上这么多人，怎么就你多这把手啊？那就看着老太太在那儿躺着不管呀，那耽误了不就一条人命吗？是。现在这命是捡回来了，可是人家讹上你了呀！我又没撞他，我就不相信还没地儿说理去了。说你幼稚吧，你还不服气？这从古到今，有理没地儿讲的那事儿多了去了。咱这远的不说，就说当年你爷爷吧，
小儿，进来。把门关上。现在什么心情？问你呢。行了，别再跟儿子说你那套歪理了，咱们还是研究研究怎么办吧。阳光，阳光，光有阳光还不烤死了呀？小儿，这事儿不能让你一人顶着，不行的话，咱们找找学校，还是由组织上出面解决一下。我找过了，找过了，那学校怎么说呀？他们说这事儿发生在校外，他们不了解情况，所以不便介入。你看看，学校都不愿意沾这种事儿，生怕惹上官司。哎，不过我今天找了咱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了，他们已经受理了。基金会啊，那是什么单位啊？他们有权管这种事儿？不是，老妈，我是想啊，如果我这个事儿被认为是见义勇为的情况下，那就能从侧面证明这人不是我撞的，我也就是帮忙。哎，这种官不官、民不民的单位，你就别指望了。他们说受理，他们能解决什么呀？最后也就是走一个过场罢了。那您说怎么办呀？你问我，我这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从来没惹过事儿，我哪知道怎么办呀？要不就找个律师吧。连交警队都没法证明我是无辜的，找律师能有用吗？谁呀？这是陈晓家吧？是你们啊？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跑家里躲灾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片儿，我哪条道都有人。想知道你在哪住，这很容易。你听明白了吗？你们想干嘛？你们想必是那老太太的家属吧？来，先坐。哎呀，二哥呀，你看看人家啊，这是书香门第啊，这沟通起来太容易了，是不是啊？既然事儿已经出来了，有什么想法，咱们互相沟通一下。想必这位大姐就是陈晓的母亲吧？啊，对，我是。那太好了，陈晓是在校的学生，社会好多事儿呢，
跟他沟通起来忒费劲。既然您在，我们就把那天的事儿啊跟您念叨念叨。行，有什么想法您就说出来。陈晓可能也跟您都说了，我们家老太太在医院躺着不能动，这最后的结果该如何，大夫也说不好。我们的要求呢，陈晓他心里明白。说实话，我们也不是胡搅蛮缠的人，凡事也都通情达理，也知道轻重缓急。眼下最实在的就是老太太住院治疗得需要钱，陈晓他卡里没有那么多钱。啊，大姐啊，是这样啊，您看呢，我们家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这躺在床上动不了，这没人伺候可不行啊。再说了，我们这兄弟媳妇儿那忙得要命啊，我们要是请天假，哎呦，那误工费啊海了去了。那你们的意思呢？哎呀，很简单，你们呐家里就掏点钱儿，雇一个人在这护理我家老太太啊。这样，医院的那边呢，我们来解决，请护工的事儿，咱们再商量商量。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这怎么的？不想掏这个钱呐？你们啊？回去没你的事儿。怪不得。啊？这是啥意思？这没什么。那个这样，明天一早晨呢，我就让陈晓上去医院去交费去，你们看行吗？哟，这恐怕不行。您明儿去，那今天晚上怎么办？我们家老太太不能一个人躺在医院，都得尿在床上，您说是吗？对。你们这么说就是不讲道理，那是你们的长辈，你们就该伺候。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啊？我他妈早就想揍你！揍你！咱有话慢慢说，咱们就看你。陈晓，还记得我吗？哦，记得。阿姨你好。你好。今天啊，陈晓来找过我们，所以。那快请进吧。有客人啊。您来的正好，他们就是老太太的家人，来要钱的。要钱？什么钱？你算干啥的啊？跟你有关系吗？你还真问到点子上了，这事儿啊，还就归我管。阿姨，今天陈晓去基金会陈述了情况，我作为基金会常年的法律顾问，已经正式的接受了基金会的委托，来调查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名片。你们要是有什么要求和疑问的话，可以直接向我提出来，我会跟我的当事人协商之后，再向你们做出答复。哼，律师，想拿律师的头衔想压着我吗？第一，没人想压住你们；第二，这是在我当事人的家里，请你们注意你们的措辞。哎呦，我好怕呀我！哎呀，来，喝水。我刚才跟我的当事人协商了一下，我的当事人明确了几点意见。第一，他并没有撞伤任秀英，而是他在被撞之后没有人理睬的情况下，出于好心把他送到了医院。扯淡！不是他撞的，是谁撞的啊？第二，他要求任秀英的家属返还他为救治任秀英而垫付的医药费和住院费押金。啊？你什么意思啊？第三，他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名誉和权益的正当权利。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他的要求我将会以书面形式传达给你们，请吧。倒打一耙的是不是？我们就不信这。你要干嘛？我再说一遍，请你们立即离开。怎么？想赖账？怎么你们还吵吵起来了？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哎，你是谁啊？市公安局刑警队李凯。行，啊，媳妇儿，老三，咱们走。刚才这警察同志，啊，现在这件事啊，全权由我负责，与他无关。啊，那快坐吧。妈，您看见了吗？人家这才叫专业呢。那说不赔就不赔了，人家能同意吗？阿姨，赔与不赔啊，不是他们说了算，也不是咱们说了算，一切啊要以事实说话。如果陈晓真的没有撞伤那位老太太，我们为什么要赔偿呢？如果赔钱，从逻辑上讲，反而会成为对陈晓不利的证据。说得好。爸，您出来见见王律师吧。啊，陈晓是我儿子，我是他父亲。你好，王雨佳，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请坐。听见了你不说出来帮我说句话，还扎在你那书堆里，要你有什么用？靠吵嘴就能分辨出是非，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我看呀，就你简单，这天塌下来跟你也没关系。科学早就证明，天是塌不下来的，塌的是你心里的那片天。行了，你们接着聊，我还有我的事儿。我这老头子呀，就这怪脾气，你别介意啊。没事的。你爸这人挺有意思的。大家都说他是个怪老头，您别介意啊。怪？怎么个怪法？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留校任教了，也在做着各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各种研究。但是呢，他从来不发表著作论文，所以到现在也没评上教授。学校好几次想把他末位淘汰掉，但是学生们呢出奇的喜欢他。他要是搞个讲座什么的，肯定是爆满。那他为什么不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您是不知道，现在要想发表个著作论文什么的，不是那么容易。尤其他那些东西呢，受众面又窄，你要是想发表呢，就得请客送礼什么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搞科学研究是他的兴趣和爱好，不是工作，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去请客点头哈腰的求人了。哎，陈晓，你是不是觉得你受你爸爸的影响很深？不知道，他平时很少教育我，如果有的话，也是潜移默化的吧。今天来之前啊，我们商量了一下你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必须要把它彻底的摊开，不要私下的跟他们进行交涉和协商，必须要旗帜鲜明的坚持你的主张。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不该承担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接受。但是前提啊，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还原真相，证明你的行为就是见义勇为。对，我找你们就是这个意思。好。既然咱们双方都没有异议，那明天上午你就到基金会来签一下委托书吧。好，再见。再见。32床没订饭，他家属没人来陪，也没办饭卡。那就不吃了。老太太，吃个包子吧，总不能不吃饭呐。谢谢。这吃饭呀是一回事儿，晚上没人陪您怎么办？总不能尿盆垫在屁股底下睡一宿吧？奶奶。奶奶，奶奶，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这是在门口小饭馆给您买的。不吃。奶奶，您吃点吧。您好，开水在哪儿啊？啊，我领你去院里买。好，谢谢啊。
他那几个儿子追你来的吧？不是，那你我刚才悄悄来看过他，才知道老太太没人陪，再怎么着也不能让她饿着吧。你呀，就是心太善。你看他那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刁，没人管他，连护士都看不下去了。这白天吧，我还能帮你伸把手，这到夜里可咋办呢？我陪。你陪？这又是屎又是尿的，他会让你帮他弄？根据法医鉴定和我们在银行提取的指纹对比，确认死者就是葛大力。从这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死亡时间应该是60到80天。死者的头部受到明显的撞击痕迹，造成颅骨骨折，这应该是致命伤，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尸体是在坑洞里发现的，所以我们初步推断应该是他杀。根据调查，葛大力的妻子马玉秀很可疑。他首先跟所有人说葛大力到南方去打工了，接着他又找机会说要去找葛大力，带着孩子离开了葛家村。到了南方以后，他根本就没有找葛大力，而是留在东莞的工厂里面打工。如果他真的是去找葛大力，在没有找到的情况下，他应该返回葛家村或者回娘家。我觉得这点很可疑。老刘，你看过现场了，有什么想法？现场破坏的比较厉害，而且那个小院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现在找到马玉秀是关键，我建议马上派人去广东，找到马玉秀。李凯、杨子，你们2个人马上去东莞，追查马玉秀。是。副市长，蹲着那小男孩是裴床的家属吗？我跟你说，那他在这蹲一宿，有可能。意思给我。坐吧，小伙子。谢谢啊，我不累。坐吧。疼死我了！老太太疼得厉害。你哪儿疼啊？要叫大夫吗？你走吧，你走吧，走吧。医生，你们赶紧去看看吧，32床疼得直哭呀。老太太够坚强，那个部位做手术，麻药劲儿一旦过去，就是连年轻人也受不了。小金，按医嘱给药吧。手术疼痛还得持续2天。如果有家人在身旁安慰着，跟他聊聊天打打岔，疼痛就没那么明显了。老太太已经给您打上止痛药了。谢谢啊。奶奶，您要是疼得厉害呢，您就跟我说说话。你走吧。您要是没劲儿说话呢，您就听我说，只要别想着伤口。你走吧，走吧。奶奶，我只是想……你在这儿我就更疼了。走吧。那我就在门口，有事您就让别人叫我。那有事您叫我，
好点了吗？药力得过一会儿才能生效。我想陪他说说话，可是他不让我陪。你做的够多的，别熬着了，回家吧。放心吧，今天有我看着呢。小金，查一下32床家属电话。喂，是单先生吧？我是光明里医院的外科病房。哦，不，你母亲的病情目前还比较稳定。不过我提醒你们，病人刚做完股骨头和腿骨手术，体位不能移动，而且术后疼痛非常明显，病人很痛苦，所以你们必须24小时有人陪护，或者请专业的陪护人员。什么？单先生，我提醒您，她是你们的母亲，不是别人，你们看着办吧。畜生！他说老太太也不是他们撞的，谁撞谁负责，这是人说的话吗？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回去也睡不踏实。这孩子，谢谢啊。陈晓，还记得我吗？在基金会。32床的血糖指标不太好，这样会影响到他伤口愈合速度。另外，病人的精神状态很差，这可能跟他的睡眠情况有关系。不过要注意，昨天晚上疼得特别厉害，打完针也就安静了1个多小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其实，你没必要来医院，更没必要守在这儿。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难道真的是你撞的？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怎么想不重要，问题是老太太的家属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我怕你到时候就更说不清楚了。我不管他们怎么想，我只做我该做的事儿。可真是个倔孩子。我没觉得我倔，我要是错了，肯定不会坚持的。你觉得你没做错什么是吗？对。你们那个王律师走了以后，我也是想了很久才决定要过来的。想了很久？你都想什么了？我是想，如果现在把他扔在病房不管，和当初把他扔在大街上不管有什么区别呢？话是这么说，可是遇到这种事儿，你得理性的处理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儿。我没感情用事，这就是我思考问题的逻辑。那别人也许会用另一套逻辑来思考问题。你看，你没撞人，老太太跟你又非亲非故，那你干嘛死乞白咧上赶着照顾她呀？那你肯定是做了亏心事儿了。他们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反正我不能看着老太太在这儿没人管。来之前我本来是想请个护工的，可是他们说得先交押金，我又没那么多钱，就只能自己在这守着。我这儿有。我不能用你的钱。
不能白用。来，算你借的。等这件事完了以后呢，他们自然会把钱还给你。你见过他们家人了？没见过，听说过。那他们会认账吗？他们要不认账呢，咱俩就白账。不管怎么算，没有什么比你的健康和学业更重要的了。赶紧回去补个觉，别再耽误功课了啊！其实这事儿我可以和家里商量的。既然基金会已经答应接手你的事儿了，你就没必要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行了，干脆点儿，咱们这就去陪护中心办手续。走。林奶奶，你好点了吗？你是谁呀？我是。不能哭啊！马一修，哎，方师傅，什么事儿？去警卫室一趟，有人找您。谁找我？去了就知道了。来吧，同志也给您带来了。谢谢。坐吧。你们是？您好，我们是天海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你是马玉秀？是。你的丈夫叫什么名字？葛大力。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你丈夫葛大力的情况。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打工的？我大概2个月以前。当时怎么会想起来，突然要来打工呢？说得详细一点。这2个月以前啊，好久没回家的大力他回来了，他说他不用当保安了，马上就要发财了。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怕他出什么事儿。他跟我说他出不了事儿，就是帮朋友一个忙，转天啊就回市里去了。3天之后他又回来了，给了我2万块钱，还有2张到广东的火车票。他让我先到东莞，他说1个礼拜之后就来找我。后来他跟你联系了吗？刚开始他打过2个电话，后来他不让我给他打电话了，发短信了。再后来怎么样了？这还牵刀的，他在外头找别的女人了。什么女人？你怎么知道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我在东莞等了他10几天，他都不跟我联系，我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呀，我着急，我就一个一个的打，哎，终于有人接了，一个女的接的，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她告诉我葛大力不要我了，当时我就骂他，他把电话挂了，之后我就接着打，他就不接电话了。我是没了主意，我一个女人，我能怎么样啊？哎，这时候大力他给我发信息了，他说不让我找他了，他跟那个女人好了，还说要给我5万块钱。钱打给你了吗？
咋了？我实在是没脸再回村里了，就在这儿找了份工作。警察同志，大力他怎么了？你冷静一点。你的丈夫葛大力死了。死了？王律师，你看看那天记录的陈晓的情况。哟，回来了。怎么了？别提了，那老太太不肯吃饭，我说我喂她的吧，她还不愿意，一蒸吧，全洒地上了，还溅我一身。你给老太太喂饭啊？啊，对呀。不是让你请护工吗？等护工下午才来呢，我也不能眼看她饿着呀。你把陈晓劝回去了？是，孩子真够倔。我要是不劝她，她还在医院陪着呢。昨天晚上已经熬了一宿了。哎，那老太太什么反应啊？不让陪，赶她走呗。不过那老太太看着也真够可怜的，伤口疼得要命，吃不下睡不着的。那你跟老太太聊怎么样？你别太指望了，那老太太倔的呀。我说我陪她聊会儿天吧，可她铁嘴钢牙，就是不搭理我。我喝点水行吗？这可不能太着急啊。说的轻巧，你要是在那，你也得着急。人家护工来了以后，要帮她换个尿不湿，你猜怎么着？她又刷又打，也不说为什么。人家护工都不想干了，害得我还得做护工的思想工作。这老太太还真少见，她家属到现在还没露面。下午好像来过一个，是他二儿子吧，还带着一个律师。带那律师来呢，就是跟老太太核对起诉书的内容的。快就起诉啊。哎，不过那老太太倔的吧，连那律师也不搭理，一声不吭。后来他儿子急了，说：“你要是不配合，就打不了官司，打不了官司呢，就拿不到赔偿，没有赔偿就付不了医药费，将来你要是残了，可没人照顾你。”哎呀，最后你猜怎么着？他儿子愣是拽着老太太的手，在那起诉书上摁着手印儿。啊，他们怎么能这样啊？这种冷漠无情实在太可怕了，对自己的亲妈都这样。是啊。喂，陈晓。什么？陈晓，你先沉住气，我们马上就过去。小李，你赶紧去开一封介绍信，抬头啊是开给陈晓他们学校的。啊，好。怎么了？老太太的家属啊都闹到学校去了。啊？陈晓啊上的是3+1的班，4年级要到国外去读，可是学校有规定，凡是有违法前科和涉及到有法律纠纷的学生，都会被取消资格。他们居然想出这么损的招来，这不是把陈晓往死里逼吗？是啊，我怀疑啊是对方律师出的主意，只要陈晓就范，官司都省得打了，省钱省事省时间。这些当律师的，一天到晚就琢磨这种害人的主意。我没说你，我说是他们。这不奇怪，不是还有接生的大夫专干卖婴儿的事儿吗？行了，你们收拾一下，赶紧走吧。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可那一大家子，10几口人呐，堵在我们学校总务处，不让我们办公。后来学校的保安去了，还差点没出乱子。幸亏是我呀，及时赶到了，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是劝住了。所以说，闹事儿的不一定就占理儿。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究竟谁占理，不是我们学校能够判断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责任。您说的没错，既然现在还不能对这件事的是非做出一个判断，那学校就不该以此为由做出对陈晓不利的决定吧？不仅这样呢，如果最终证实陈晓不是撞了人，而是救助了一位被撞的老人，我觉得他应该得到的是表扬，而不是惩处。看来你们还是误解了，我们学校
没有认为陈晓撞了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救没救人。我们取消陈晓作为交流生出国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他上述行为本身的判断，而是我们学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涉及到法律纠纷的学生是不能参加这个计划的。那如果一项规定不辨是非黑白的话，只能说明这项规定有问题呀。有问题？没错，立规矩是为了什么？这个规定鼓励了什么，打击了什么？一个学生见义勇为做好事儿，非但得不到鼓励，反而因为这么个所谓规定，直接影响到他的学业。哎，这就是你们立这个规矩的初衷吗？二位，你们也是做社会工作的，有那么句话，你们应该了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这个基金会具体什么性质我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们没有资格，没有权利来评价我们学校的规定和决定。那得看，校长，我们不是要评价学校的规定。对不起，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就不奉陪了。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到市教委去反映，好吧？你有不敢反映？好点了吗？奶奶脾气大，谁都不搭理。奶奶不是脾气大，是身体不舒服。奶奶，你看，这些营养品啊，都是低糖和无糖的，你得吃，得补充营养，听到没有？啊？你走吧，别跑了。奶奶说话了。那您先坐，我去打点水。好。别来了。哎呀，奶奶，您就让我多陪陪您啊。你看吧，我小时候啊，是我姥姥把我带大的。前年走的，临走之前呢，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的时候啊，都已经睁不开眼睛了，临走都没看上我一眼。那时候，我突然就想明白了。这做晚辈的要想以后不后悔，就得趁老人在的时候多陪陪他，哪怕就是聊聊天也好。你又不是我家闺女，走吧，你走吧。奶奶，这谁家呀都有难事儿，您家孩子们都忙，让我赶上了伸把手帮个忙，你千万别当回事儿啊。我没有孩子。我没有孩子。哎，于佳，你说老太太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这还用问啊？心里难过呗。你想想看，一个年近耄耋的老人，家里人谁都不管，心里的那种孤独、无依无靠的感觉。这一受伤啊，更是雪上加霜了。是啊，我知道她心里难受，所以就想陪她多说说话。可这老太太啊，使劲往外轰我。哎，陈晓来的时候更过分，死活不肯睁眼睛，嘴里就一句话：“哎呀，你走吧，你走吧。”怎么弄？也难怪，家里那么多儿女子孙，可陪在她身边的呀，又恰恰不是。哎，丽丽呀，老太太是不是看见陈晓，觉得心里有愧啊？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丽丽，别泄气，你再去看老太太的时候，多跟她提提陈晓。凭我的直觉，你很快就能听到她的心里话了。嗯。哎，你跟陈晓的父母谈得怎么样啊？真的，他们同意上法庭了。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哎，该到了。王律师。阿姨来了。哦，小小。哎，陈叔叔呢？别提了。我爸他说打官司靠的是理，不靠人多。也对。啊，那我们进去吧。我妈她。怎么了？我妈不想看我站在被告席上。